小男孩看到爸爸没吃完的酸奶，伸手拿来刚想继续吃，却被爸爸一把夺走。他还凶狠地警告男孩，以后不准吃他吃过的东西。男孩一脸委屈，他不知道爸爸其实是在保护他。约翰是一名普通的擦窗工人，不久前被查出绝症，只剩不到3个月的生命。但他的儿子小麦只有3岁，约翰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，只能和以前一样，耐心地教他梳头发，陪他看书识字，每次都要等到儿子睡后才敢偷偷吃药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但孩子的生活还要继续。约翰想了很久，决定给小麦找个领养家庭。他来到郊区的一户人家，这对夫妇性格开朗，别墅门前有宽阔的草坪，约翰很满意。如果儿子能在这里长大，一定非常快乐。可男主人的一句话让约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孩子，将来难免会区别对待。约翰不敢冒这个险。在经过天桥时，他问儿子：“你想不想换个新家生活？”小麦想都没想，直接回答：“ I like him。”约翰沉默了。他来到福利机构，继续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。工作人员建议他准备一个时光胶囊，给成年后的儿子留一份回忆。约翰摇了摇头，直接拒绝。Why does he have to know he was adopted? His mother leaves him and then his father dies. 说着说着，约翰哽咽了。但回到家，他依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带儿子去逛公园、看挖掘机、吃冰淇淋，尽一个父亲最后的责任。可每当看到别的父亲可以陪伴孩子长大，约翰的心里就非常烦恼，到底该怎么告诉他自己即将死去的事？这天，小麦在树下看到一只死去的甲虫，他天真的问约翰：“甲虫为什么一动不动？”约翰直接告诉儿子：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会变老，会死去，他们的灵魂将离开躯体，躯体则会慢慢腐烂，直至消失。”小麦还是不懂，他问约翰：“约翰说不会，甲虫只是不在了。他不想孩子以后因为自己的离去伤心，整天都在为小麦的将来操心。约翰忽略了现在的自己，直到这天，他在工作时病情发作，头痛欲裂。这一幕刚好被斤斤计较的富豪撞见，以为他在偷懒。富豪不仅克扣工资，嘴里还一直嘲讽他是个偷懒的下等人。约翰没有理会，刚去医院做完例行检查，就买了一盒鸡蛋回到这里，把刚擦完的玻璃砸了个遍。就连富豪新买的法拉利他也没放过。短暂的报复并没有缓解约翰的病痛，小麦克看在眼里，他虽然还不能用语言表达，但会爬上高高的水台，倒上一杯水，来到爸爸身边，用小手轻轻安抚着他。恢复精神后，他们来到第2个领养家庭。这对夫妇居然收养了6个孩子，家里还养了一只大狗。约翰知道儿子最喜欢狗，为了打消约翰的顾虑，女主人再三强调他们对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，并且小麦将是他们收养的最后一个孩子。听到这儿，约翰很满意。可小麦面对同龄的孩子却表现出不安，怕他随身带来的玩具被抢走。连续2家都不满意，留给约翰的时间不多了。他希望能和前妻谈一谈，可福利机构的人告诉他，小麦的妈妈抛弃了他，一走了之。这种没有责任心的人大概率会再次将孩子抛弃，他们不能拿小麦的未来冒险。几天后，约翰迎来了34岁生日，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。小麦在蛋糕上插满了蜡烛，刚好34根。他还奶声奶气地对约翰说：“约翰想借机和小麦聊聊什么是衰老和死亡，可小麦却突然递上一根蜡烛，好像在和爸爸说明年还要一起过生日。约翰的眼眶顿时湿红，难道小麦已经察觉到了吗？平复心情后，约翰带着小麦去了第3个领养家庭。这是一个独居的女人，女人16岁时意外怀孕，坚持生下了孩子，但迫于父亲的压力，她将孩子送给了领养家庭。可后来她再也无法生育，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，女人一直想领养一个孩子，甚至不惜和前夫离婚。但由于是单身家庭，至今也没有人愿意将孩子交给她抚养。交谈中，约翰看得出来，女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孩子。可就在这时，儿子突然问了女人一个问题：“When will you die？” 在场的众人愣住，约翰没想到小麦已经记住了死这个词。几天后，他们来到第4个领养家庭，这是一对有很高学历的夫妻，家里条件十分优越。男主人不仅准备了兔子玩偶，还有一整屋模型玩具。可就在告别的时候，女主人给丈夫使了一个眼色，让他把小麦手里的玩偶要回来。约翰的心彻底凉了，如果连个玩偶都舍不得，又怎么保证对孩子好呢？回去的时候，小麦突然问约翰 What's a dog, Daddy？约翰愣了许久，他有很多种方式瞒过小麦，但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，他不想用谎言欺骗小麦。他站在小麦的角度，委婉地解释，如果一个孩子的亲生父母不能再照顾他了，那么这个孩子可以跟着一对更好的新父母生活。然而小麦立马说自己不想被领养，赌气地跑开，踩着公路的裂缝走了起来。
回家后，约翰也沿着公路上的虚线行走，试着理解小麦刚才的想法，但没走几步，他的身体就摇摇晃晃，他已经虚弱的无法保持平衡，就连倒杯果汁也止不住颤抖。晚上，约翰让小麦换上新买的衣服，把穿旧的衣服扔掉。他想让小麦适应，再喜欢的东西也会过期，会被代替。可小麦似乎有了预感，死活都不愿意，破天荒地违背父亲的意愿，甚至还发起了脾气，将房间里的玩具全都丢了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约翰却笑了。孩子学会扔东西未必是坏事。接下来，他开始为扔掉自己做准备。他来到墓地，远远看了一眼，除了挤了点，环境倒也不错。然后把车和梯子转让给同事。剩下的时间，他带着小麦去游乐园痛痛快快玩了一天。他们开碰碰车，吃棉花糖，这都是小麦以前从未体验过的。最后，他还是准备了一个时光胶囊，里面有他写的10几封信，父子俩的合照，有小麦母亲的唯一一张照片，还有他用了很久很久的擦窗工具，以及那根小小的生日蜡烛。这是一个将死的父亲留给儿子最后的爱。第二天早上，小麦好像知道将有事情发生，早早就醒了。约翰最后一次牵着她过马路，随后坐大巴穿越城市，来到那个独居女人的家。看着亲母亲和善的笑容，小麦一句话也没说。她抬头看向父亲，发现父亲正在朝她微笑。恍惚间，她回想起那天晚上父亲对自己说的话：很快有一天，我会像甲虫一样离开自己的身体，你将看不见我，但我会永远陪伴着你，像飘荡的气球出现在你周围的空气，在每一缕阳光和雨水中，还会藏在你最爱的葡萄里。你听不到我说话，但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。冷酷的生活将人们分成了不同的样子，有的人在破碎后沉沦，从此躲进阴影，也总有人像约翰一样，借阳光穿过自己的裂痕，将所爱之人照亮。死亡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被遗忘才是。